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这是老爷子为您挑选的10位候选人，您今天必须选出1位结婚。留给您的时间不多了，这董事会的人都找上门来了。您要是不结婚，你就拿不到剩余10%的股份，没有这股份，您就在股权上没有办法压制您的继母呀。难道你要看到苏氏集团落到一个外人手里？是，哎呀，董事长，您就看在已故老爷子的份上，您就选一个当老公吧。走吧。去哪儿这？哎，不是结婚吗？您能想通，这太好了。你看，这都不错。就他了，去民政局登记。小苏总，苏总好。不好了，董事长，您结婚候选人被调包了。甩掉他们。董事长，赵律师叛变，公司有内鬼，这民政局还去吗？去，不过换人家。爷爷选的人肯定不能用。好漂亮的人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是单身吗？单身的话，我娶你，你入赘苏家。娶我？没错，和我结婚，你会得到苏氏集团10%的股份，豪宅豪车随便选，每年5000万的零花钱，你不苦。你认真呢？或者你有什么要求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好啊。回家。是，苏总。哎，哎，苏总，车上受损了，应该啊，这可是防弹车。点了车就想跑啊？开车。你刚才拆了我的车门，又把它安上了。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多少？这款车是劳驾独家定制款，防弹防爆，全球只有1辆。也就是说，你拆的车门，包括这车上每一根螺丝，在国内都是找不到配件的。这车报废了。哦，我不管，我没钱。不然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拉开行驶中的车门的？这不是人该有的力量吧？是，开车。哦，是。哇，这栋别墅都是你的？你不会是女总裁吧？比总裁还大一些，董事长。切。啊，你这不愧是顶层，视野确实很好。喜欢？
送你了，你以后就住这儿。你不跟我一块住？我还有些事情。喂，我们可是领过结婚证的，是合法夫妻，不在一起住算怎么回事儿？我们只是领了证，举办婚礼之后才是正式结婚。那不行，不在一起住，那我白娶了。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是我娶你，你是入赘。好，是你娶我，我是你们苏家小赘婿，我不管，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在开董事会没有公开已婚身份之前，我都会住在老宅。现场有我的生父，还有我的继母，这种宅内大乱斗，你确定要趟这趟浑水？那我不去了。你乖乖在这里待着，我会过来的。啊，好。光这一层就搜出100多个窃听器，60多个针孔摄像头。这女人到底得罪多少人啊？少主啊，这么多楼层可爬死我了。习惯就好。为啥要习惯呀？我以后都住这儿。不是少主，这儿去查一下这些信息的源头，要快。这么多呀！交代你的事情办好了吗？您交代的事儿都办完了，就差您签字了。那作废吧。合同上要写2个人的名字，我跟我老婆。老婆？什么老婆？我结婚了。不是少主，我这才离开1个小时，您就结婚了，这不逗我呢吗？结婚证，那合同上的41处山脉、108个岛屿，还有32个中立银行都要改呀？对，都写我们2个人的名字。那你娶媳妇这么仓促，彩礼准备了没有？没有啊，他娶我入赘，他得给我彩礼。入赘？您堂堂莫以少主居然要入赘？他给的可多了，他给了我他集团整整10%的股份。少主啊，您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你脑子才有病！那么大脾气吗？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如您所料，果然是赵律师在暗中勾结陈家，想要调换候选人。陈家还和您的继母安如雪在暗中有联系。这次闹事的董事会成员已经被处置带走，他们外面都在说您用雷霆手段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处理得很好。老苏董立下的遗嘱里，10%的股份都是给您未来夫婿的，但这笔钱只有您结了婚才能拿到。董事会的成员都在揪着这个不放。您继母的股份和您几乎持平，如果您不结婚，这公司将会落在他手里。可您才刚回国，这哪有这么快？这分明就是在抢。无妨，我的婚姻能给我带来利益就好。事情处理完了，就回老宅吧。是。来，谢谢老公。小姐好。小影回来了，坐下一块吃点吧。站住！小影，你怎么还是那么没礼貌呢？安姨她有事啊？什么姨太？我是你爸明媒正娶的老婆。
是苏氏的安总。给我说话，放正你的态度。小三上位也值得你炫耀。既然进了苏家，也是你妈，你多出来10%的股份。今天既然没有结成婚，就把它转交给自家人。自家人，我把我的股份转给我爸，然后我爸再来讨好你这个小情妇是不是？混账！我是你爸，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所以，既然你没有结成婚，按照规矩，你那10%的股份就得拿出来。没有那10%的股份，我就是最大的，是苏氏的董事长。看来安逸泰是10拿9稳了。不过，你怎么知道我没结婚？你没有和那10个候选人结婚，那你和谁结婚？3天后就是董事会。你就等着被拖下水。那就董事会见。你终于醒了，快回来，出事儿了！有什么事儿？你直接说。哎呀，很着急，当面说。啊。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别的不说，我娶回来的这个老公，还真赏心悦目。哎，回来了。我以为是有什么天大的事情，原来是回来找我吃饭。这吃饭呀，就是人生的头等大事。来，尝尝看。好喝吗？非常好喝。以后吃饭就不要在外面吃了，不安全。不用你做这些，我娶你来不是让你做饭的。怎么？我是你养在深闺的小轿夫啊？反正你忙不过来的话，就跟我说。钱要是不够用，我再转一点给你。你好像很喜欢给我转钱。因为我除了钱一无所有。巧了，我除了钱，应有尽有。是我的错觉吗？喝完粥好像有股暖流在身体里蔓延。吃饭吧。我吃完了，先去公司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带上这个，我亲自给你搭配的养生茶，渴了就喝这个，外面的水不要喝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不是快要迟到了吗？哎呀，快去吧，记得喝完啊。进。董事长，门口有人找，让他在外面等着。可他说是你老公。他在哪儿？算了，让他进来吧。这边请。你怎么来了？哼！
都已经排查过了吗？怎么还有这么多？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是我们疏忽了。都是很隐蔽的地方，你先出去吧。你过来给你送饭。如此身手不凡的人，居然只是过来给我送饭。这是什么？青菜啊。你把我当傻子？这是青菜？好吧。天山雪莲。你把这些药材当食材？这里每一样都是药材，都是我给你做的药膳。我为什么要吃药膳？因为你有病。你才有病呢！我说真的啊。你干什么？我的腿不能动了。10分钟就恢复了。现在相信你有病了。什么病？骨质疏松。跟你开玩笑呢。是蛊毒。蛊毒是一种腐蚀性很强的病毒，很难发现，用不了几年你就瘫痪了。不过你吃了我做的药膳，喝了我配的茶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期间不能在外面乱吃东西，免得影响药效。你真的没有跟我开玩笑？当然。我知道了。很听话的病人嘛。我去给你准备药材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联系一下陇西的李家，我下午要去诊脉。那个最低调的医学世家吗？听说他能治各种的疑难杂症，而且只给世家的后代看病。去联系吧。我知道了。真的会是蛊毒吗？李爷爷，麻烦您看一看。好。哎呀，苏丫头啊，你这脉象看上去稳定，但很古怪。李爷爷，我想检查一下腿骨。哦，好。一会儿呢，你别动，会有点疼。好。拿去化验。是。哎呀，丫头啊，我这腿呢也是被人下了蛊毒，潜伏期长，很难发现。如果出现麻痹现象，很快就会彻底瘫痪。哎，哪怕是我自己，也是束手无策。李爷爷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我跟您一样也中了蛊毒？是。蛊毒虽然可以治愈，但是有几味药特别罕见，希望渺茫。董事长还这么年轻，怎么会瘫痪呢？我给你配几味药，虽然不可以治愈，但是延缓几年还是可以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李爷爷。真的是蛊毒，哪怕是李爷爷都要抽血把脉才能查出来。叶玄义只用肉眼就能断定我中毒，他到底是谁？少主，我都来回8次了，你。
哎，苏苏，你回来了。他跳楼了。哎呀，苏苏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本来小菊给你送饭呢。饭马上，你等会儿我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儿？你没有验血，也没有验骨，更没有把脉，你是怎么知道我有病的？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呀，你浑身上下散发着中毒的气息。气息？啊？那你能看出来我中毒几年了吗？这个嘛，得仔细检查。怎么检查？把脉？我又不是老中医，把什么脉？那要怎么检查？衣服脱掉，全部。这么干脆，我这老婆真够劲儿。好了，不是要检查吗？你这样我不太习惯。傻愣着就能检查了？倒也不必行如此大礼。开始吧。你检查用嘴？不用嘴啊，用手就可以。那你……嘘，检查要开始了。有感觉别憋着，老公在呢。等你恢复好了，全补回来。我中毒多久了11年，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。你说这个毒能解，要多久？不好说。其实按摩也能够加快恢复，就是要脱光。你需要吗？可以。那为了方便治疗，从明天开始，你搬过来住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，我小的时候被绑架了，不知道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？也有可能是打着绑架的幌子给你下毒，毕竟趁乱的时候最容易做坏事。照这么说，我猜肯定是安如雪。小的时候把我视成眼中钉的也就只有他了。那需不需要我帮你查？不用，
这个仇我要自己来报。我肚子饿了，我去客厅等你的晚餐。这么雷厉风行的女人，很难不爱呀。累了吧？快喝这个汤，来尝尝。这是什么？只有一些叶子，还一半黑一半白。古道茶，很珍贵的。你都觉得珍贵，那得是什么稀世珍宝啊？话说回来，你不是没有钱吗？连医学世家毕生都找不到的药材，你却像青菜萝卜一样煮给我吃。那个，我家祖上是靠这个做生意的，虽然地没有了，但产量少，就是自家人补，不外收。是吗？快喝，每天睡前泡一片，能够增强睡眠质量。明天早上啊，你就能感觉有所变化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你。哎呀，夫妻之间谢什么呀？好了，快去睡。少主，你要的食材我都带来了。过2天你回魔隐一趟，把所有的古道茶都给我拿过来。他每天睡前泡一片，我这里的不太够。全拿过来，还剩这么多，这太浪费了吧，少主。你小点声，他睡觉呢。他这2天比较累，补身体。少主，你栽了，这古道茶树世间就这么一棵，100年才结一回叶子。平常人都是吊命的时候才舍得用一颗，您倒好，现在给他当养生茶喝。她是你们少夫人，我乐意。哦，那少主夫人喝剩下的茶叶能给我嚼了不？我不嫌弃。我嫌弃你。快滚！老婆，来吃饭。一早上就有米饭吃啊？啊，雷云昨天晚上带过来的。雷云啊，跳窗的那个。啊，老婆，这饭菜都凉了，你趁热尝尝，快。这米饭好香啊，而且口感也很不一样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我家乡特产。也是100年生长一次的那种吗？啊？我睡眠浅，昨天你们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，下次我会喝完的。古道茶。为什么这些是药膳，却做的这么好吃啊？那是因为你体内缺乏这些元素，这些饭菜都有，你体内又需要，所以你大脑给你传递了一个特别好吃的信号。就比如说，我想吃橙子，就是代表我的身体里缺维 C， 是这样吗？差不多。你做了这么多的菜，我真的不用给你请一个阿姨吗？哎，不用啊，我喜欢亲自照顾你。啊，好，吃饭。吃饭。老婆，收拾完了。来吧。你准备好了？不是要按摩吗？啊，按摩呀。这就来。
天不带这个。我可是个正常男人，就算按摩，你先睁开眼睛看一下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那我睁了。穿衣服。这个是我找到最贴合的面料，应该不妨碍按摩。是挺贴合的，还挺有朦胧感。开始吧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双腿有点发热。最近这个手脚冰凉的现象有没有改善？没怎么在意。你自己的身体怎么都不注意啊？我没有空在意这些。你那么拼命干嘛？苏家是华夏第一世家，苏氏集团市值8000亿，恐怕整个华夏都没人超过吧？不够，集团内现在人心涣散，真正效忠苏家的没有几个。我常年又在国外，前几年爷爷病重不管事，才让安如雪有了可乘之机，在集团内的地位如日中天，董事会一半都是他的人，想要把苏氏变成安氏，做梦！我要把所有外姓股份全都收回来，让苏氏真正掌控在我的手里。老婆，你追求权力这个霸道的样子，我真太喜欢了。来，穿衣服。叶玄烨，你会背叛我吗？老婆，我现在给你一项权利，如果有一天我背叛了你，你可以杀了我。什么？我没有在开玩笑。我一会儿要去董事会，你跟我一起，带上轮椅。轮椅？你吃了我的药膳，应该用不上了。可是下毒的人不知道我有解药，我只是怀疑安如雪，但是我没有证据，必须让他们看到我真的瘫痪，才能露出破绽。真不愧是我老婆呀！安总，今天气色可真好啊！哎，大家都听我说啊，在我们眼里啊，安总是董事长的最佳人选。是。今天这个董事会啊，就是专门为您准备的啊！行了，都坐吧。哎，坐。董事长人呢？来人，去楼上把董事长请下来。开会迟到像什么样？那个董事长他还没来公司啊？什么？难道要让我们这些股东干等他一个人吗？这样的人也配当集团的掌权人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是，没错。那安逸太觉得谁适合？董事长，东西都准备好了。我说怎么来的这么晚？原来是瘫痪了。苏氏集团新晋董事长坐轮椅，今天这事儿可真够劲爆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是瘫痪了，而不是受了别的什么伤？你这消息哪儿来的？我真是高估了安如雪，这么迫不及待的报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董事长瘫痪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肯定是会对公司有所影响的。是啊，这苏氏集团董事长是个残疾，这叫什么话？对啊，我只是双腿瘫痪，不像其他人是脑子瘫痪。苏莹，我们都是苏氏最核心的股东，没空陪你玩。根据市家公证，你多出来的10%的股份，今天必须交出来。
我凭什么要交出来？按照规矩，你那10%的股份，只有结了婚才能持有。如果没有结婚，就必须交出来，让董事会投票分配。安总说的没错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那我们就只能按照规矩强制执行。今天这个股份转让合同，你必须得签。走，董事长。得罪了，我看谁敢靠近！苏莹，谁让你把闲杂人等放进来？快让他放开！哎呀，手又要消毒了，这货傻子，你离他远点。苏莹。我们也只是按照规矩办事。既然你没有结婚，就要交出股份，你不会连自己爷爷的遗嘱都要违背吧？我昨天晚上说的话，安姨她好像没有听懂。谁说我没结婚？结婚了？不可能，分明那10个候选人根本就没有和你联系，你和谁结的婚？是啊，董事长，婚姻不是儿戏，如果被有心人算计，那10%的股份落入其他世家手中，那可就糟了。我看你根本就没有结婚，别再拖延时间了。苏莹，交出股份。我倒还没有说什么，你们倒是急起来。这位是我的老公叶玄义，苏氏集团10%股份持有者，更是第3大。这个是转让协议，大家还有什么异议？董事长，您的婚姻关乎整个集团，怎么能随便就找个人嫁了呢？你的意思是说我晚上跟谁睡觉都要跟各位董事打招呼？虽然在座的各位都是股东，但是董事长床上的事都要过问，这未免管得太宽了吧？我说的对吗？他还真敢说呢。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，那我们就来聊聊你，安如雪。小三上位骗取苏氏集团30%的股份，这笔陈年旧账是该一次性算个清楚。什么叫骗取？这些股份都是你爸自愿给我，我手握30%的股份已经10余年了，也是苏氏的第2大股东。你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吗？是吗？那我们夫妻一体更是第1股东，我也是董事长，你们就是这样跟董事长大呼小叫的？你一个残废，嚣张什么呢？董事长代表着我苏氏集团的形象，过几天新闻发布会，董事长总不能坐着轮椅出现吧？看见没有？就算你有最多的股份，但是现在你瘫痪了，必须让出董事长位置。让我让位？凭什么？苏莹，叫了你3天的董事长，你当真觉得自己把这个位置坐稳了？今天召开董事会，为了就是确定董事长人选的正式流程。没错。虽然我们得尊重前董事长的遗愿，但是我觉得为了苏氏着想，怎么回事？老毛，快送医院！怎么办？我们选谁呀？选个屁呀！你看看樊玉他的下场，你相信小杜都没动手？别来！是啊，之前反对他的几个世家都进去了，到现在还没能捞出来。我们还是支持小苏董继续担任董事长。对，我们都支持。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们年纪大了，尊重老董事长的遗嘱。蓝总就不必再多说了。各位，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，以后就成定局。你们真的要让一个残废掌管苏氏吗？残废？你是说我吗？我这坐久了有点累，换个姿势啊！哼，你们继续。你他妈耍我！我耍的就是你，这个小瘪三！第2次。什么你？公然辱骂董事长，胆子可真大！
你疯了！你个打鬼！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！老婆，这个人是皮糙肉厚的，你手会疼的。以后我就是你的打手，什么脏活累活，让来。好，你力气大，你来。你一个大男人要对女人动手吗？安总，敢欺负我老婆，不分男女都该死。管好你的嘴巴，再敢乱说话，可不就一个巴掌这么轻？以叶贤义非人类的力气，安如雪怕是都会有内伤。老婆，放心，我会用全力把他讹上你。怎么样？这个大手还可以吧？非常好。行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在苏氏有继承权的，可不止你们一个。等着！现在各位还有什么异议？没了，我们都请上总吧。6位。看来大家对我升任董事长没有异议。散会。各位，好自为之吧。怎么办？苏敏稳坐了董事长的位置，绝对容不下我们。刚才一个已经进医院了，我们的下场只会更惨。是呀，我们站在安董这边，帮着他做了不少脏事儿，苏尹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好了，这里说话不方便。如今啊，我们要想保全自己，只有离开国内。我在海外啊，认识一家私人的中立银行，我们把钱放在那里，他苏尹也拿我们没办法。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？亲手打人的感觉太爽了。那需不需要教给你更厉害的？以后我不在，也能对付他们。能一招制敌的那种吗？啊，也行。对了，今天那个股东是怎么回事？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手上的粉末是有毒性的吧？你都知道了。我这粉末没有毒性，它只是药效比较大，它回去再粗2天就好了。谢谢你啊！有了你这一招，董事会那帮老家伙还真以为我对他们动手了呢。老婆，夫妻之间不必言谢，你要真想谢的话，我给时间。董事长，那4个董事说要同时售卖手里的股份，全收。哎，等等，以叶贤义的名义。好的。老婆大人，你又要给我股份，这回给多少？10%再加上4%，不多。你看好他们，关注他们的动向，还有资金流动，有异样立刻通知我。是。那你怎么这么笃定他们会这么做？因为他们够贪够胆小，替安如雪做了那么多的脏事，迟早都会被查出来。如今我已经坐稳了董事长这个位置，他们知道安如雪保不了他们，自然害怕。那老婆大人，你既然给我这么多股份，需不需要我帮你把那4个人解决掉？你想要怎么解决？他们要出国的话，坐飞机那就飞机失事；坐轮船嘛，你就沉船；坐那……我还是自己来吧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这2天还有事情要处理，都会晚一点回去。那好吧，我在家等你。好，拜拜。董事长，果然不出您所料，那4个老家伙连夜抛售所有股份，打算卷钱逃去国外。我们已经收购所有股份，记在了叶先生的名下。
人呢？拦下了吗？是的，我们按照您说的，10名举报，在他们上飞机前1秒被抓走调查了，因为涉及高额资产，没个10几年是出不来了。他们一共卷走多少钱？加上我们收购那200亿，一共是400亿。他们通过不记名账户汇到国外，目前还在走流程。这么多钱，看来这些蛀虫这么多年没少在集团黑钱。你让我们在海外的人盯紧他们，一旦流入海外账户，立刻冻结。等冻结时间一过，以转赠的名义收入到我的名下。是的，董事长。这样一来，股份是我们的，他们赚的钱也是我们的，我们赚大了呀。这波我们的确血赚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！谁让你不敲门就进来的呀？没事，怎么了？你说。我们还没来得及冻结，那400亿就流入了海外的一个私人账户。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黑钱，对方实力不容小觑。查到是谁了吗？没有，对方太隐蔽了，我们只知道对方账户首字母是 Y， 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。我知道了，你让海外的人继续盯着，你去彻查，一定要查出这个人是谁。是。少主啊，磨叽什么呀？说。刚刚你的账户上有一笔无名的巨额资金打到了海外的私人银行上，就是差不多有400亿，估计是一些不正经生意的洗钱吧，吞了就吞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要不是这么简单，我就不跟您说了。哎呦，我们查到啊，这笔资金来源是苏氏集团那几个被抓的股东，也就是说，这笔钱的最终流向是少主夫人，但是被我们给吞掉了。你是说这笔钱已经吞了？哎，是的，少主，您吞掉了少主夫人的400亿。我知道了，你这么大声干嘛呀？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早说？吞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那少主这笔钱怎么办呀？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原路返回了。算了，我再想办法把这笔钱给补偿回来了。哎，不过我老婆还真的是经商天才啊，收回来苏氏4%的股份，还净赚200。少主，您真是没救了。您不用提，我自己管。哎，海外银行的事情别跟别人乱讲，保守秘密啊。是，一定不让少主夫人知道是您吞了他这400亿。哎，老婆，这么早回来了？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工作不顺利？本来是很顺利的，只是有一大笔资金流入了海外账户，我不清楚对方是什么势力。万一要是安如雪的人，这事恐怕就麻烦了。不过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这2天应该就有眉目了。能从我手里抢钱的还是第一次见。是很大一笔钱？也还好，400亿。不过经此一事，董事会这帮老家伙倒是能消停，我还能休息2天。这么说，老婆你有假期了？那我们去度蜜月吧。度蜜月？啊，是啊，咱们新婚虽然暂时没有举办婚礼，咱们可以先去度蜜月呀。这2天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过2天就是新闻发布会，要正式向外公布我继承苏氏集团的消息，只有2天的时间，应该也去不了什么地方。2天时间也够了，咱们可以去周边。也好。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？我们去泡温泉嘛。我知道有一家温泉山庄，是天然的山泉水，你可以让它蛊毒啊，也能消散得更快。随你安排。那我去收拾东西，再配点药，给你泡药浴。
原本只想找个交易对象，但好像这样跟他过下去也不错。我从来都不知道京都郊外还有这样的温泉山庄，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我欢迎庄主回家。庄主，您的行李给我就好了。他们叫我庄主，我名下可没有这样的温泉山庄，你送的？啊，对啊。哦，这地方虽然属于京都郊外，但是这是个私人山庄。也就是说，这整片区域都是你的。你不是没有钱吗？我是没有钱啊，我家就是这个地多。好，你这一副地主家傻儿子的做派，你们家里人就不反对？他们才管不了我呢，反正这也不对外营业，给我老婆泡温泉怎么了？这里不对外营业？来的时候我查过，这里的温泉山脉至少有100年。这么好的商机，竟然不用来赚钱？只要稍微修缮一下，应该会有很多人来度假吧？哎呀，还是我老婆有经商头脑啊！这块地皮不允许对外开发，所以也不能营业。再加上这块地皮实在是太偏僻了，也就是给我老婆泡泡温泉治病还有点价值。这100年山脉温泉都拿不出手。哎呀，这个确实是有点寒碜了。老婆，你就没有想要的东西吗？你最近是怎么了？老是想送我东西，好像是想补偿我一样。那个上次雷云说了，说那个上门女婿怕也得准备点嫁妆，不能太寒碜。老婆，你就真的没有想要的东西吗？你这么一问，其实我还真有想要的东西。什么？你的人。哎呦，老婆，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随时准备好了，咱们就在这温泉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是要你身边的人。上次跳楼的那个叫什么？雷云。哎呀，老婆，你有我一个贴身保镖还不够吗？那个雷云有什么好的？他就会跳楼。那不一样，他身手特别好，在那么高的楼层都可以来去自如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办起事来一定很方便。哼，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雷云这2天出任务，不能随叫随到，他的师妹会马上过来。好，这个也是我的嫁妆吗？是啊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包括我自己。你，庄主，温泉和房间已经准备好，这边请。啊哈。怎么了？哎，老婆，这个药浴它有安神助眠的作用，在里面别泡太长时间了，免得睡着啊。我就在外面等着，有什么事记得喊我。好。不愧是药浴，我感觉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展开了。叶玄逸到底是谁？100年温泉山庄，白菜一样往外拿的珍稀药材，还有身手高超的侍从，这些都是悠久历史世家名门才有的。但查出来的身份信息，干净的让人起疑。算了，不想了，还是起来吧。怎么了，老婆？哎，老婆，怎么了？
那个，抱歉啊，我以为你在里边睡着了，我喊你你没有回应，所以我才……我刚刚头有点晕，没听见外面的声音。你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，你先出去。啊！哎！偶尔依赖我，也挺不错的。你先转过去，我换件衣服。好，趁着药浴温泉的效果还在，我给你按摩，这样疗效会更好。好了。即使知道是治疗，也没法在这种距离跟他对视。对上这一双眼睛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失控。你都已经穿上衣服了，为什么还不敢正眼看我？我是为了更好的感受按摩。是吗？那你睁开双眼，我不信你两眼空空。你能不能少看一点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老婆，帮帮我！每次给你按摩，在眼前却碰不到，会受。你衣服扎到我腿了。我们别在这儿，去床上。好。怎么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回去。怎么了，老婆？公司出了一点事情，
我要提前回一趟京都。啊？老婆，为什么呀？不是说好了要多过2天假期吗？这才刚过了1天，你这个大董事长，说话不算话。公司有点事儿，我找人看着安如雪，但是他突然不见了。这2天就要到董事会了，我怕他再有什么动作。我不管，你这个坏女人就是睡了我这样吧。我尽量早一点回来，晚上晚饭前，我在晚饭前一定回来。真的？我发誓，晚饭前一定回来陪你。行吧，我这2天刚好看到有个药浴组合能够增加感官灵敏度，要让早点回来试一试。你不是说好要帮我治疗吗？脑子里想的什么黄色废料？治病和美色都要有。走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苏导，有人冲我们来了！停下！快点！停下！赶紧的，停下！停车！停车！快点！快点！停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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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！停车！停车！快点！快点！停车！停下！赶紧的，停下！苏导，甩不掉他们，前面就是箭头了，直接撞过去。是。往后倒。苏导，我们出不去了。快点！下车！下车！出来！苏小姐，请吧。防弹车，苏小姐还真是警觉。你们是撞不开这辆车的，我也不会下去。不下车没关系，我叫了拖车，有的是办法让你跟我们走。苏小姐不如配合点，自己上车能少受点罪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的新婚丈夫还在温泉山庄吧？那又怎样？不怎么样。王一杰安排了人埋伏在山庄附近，炸掉一个温泉山庄不过是一个电话事情。喂，叶玄烨，我知道了。早点这样不就好了？我自己走。请吧。苏小姐，你很厉害，安插在房间里的监听器竟然都被卸掉了。房间里也有监听器，之前并没有搜出来，是谁卸掉的？只有叶玄烨有这个本事，这个人居然在背后帮了我这么多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
这都已经快出境外了。你很警觉，我们是要去边境。你们苏氏在国内权势滔天，但在境外就是我们的天下。不管你是死是活，国内都干预不了。谁派你们来的？安如雪，他是你老板。这就无可奉告了。也只能是他了。你们这个时候帮我，无非就是不想让我参加后天的新闻发布会。苏小姐想的还是太简单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安如雪11年前也是绑架我，不会智取，只会强夺，毫无嫌疑。你怎么和我们老板说话呢？你现在可是人质，不是苏氏的老板了。哎，技不在心，好用就行。苏小姐现在坐在这里，就证明我们做的是对的。老婆怎么才回来呀？不是说晚上？怎么是你啊？我老婆呢？叶先生，董事长被绑架了。绑架？董事长在回京都的路上被绑架了，现在情况很复杂，周边有境外势力在埋伏，我得带你离开。哎，少主，你是谁？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下次稳重点。习惯了这。我老婆在哪儿？现在怎么样？刚和双羽联系过了，少主夫人正在出境，目的地是北国。北国？冷吗？北国零下27度。哦，少主夫人没有带外套。安全？少主夫人暂时安全。山庄附近刚刚查的有几个行为诡异之人，已经全部处理掉了。那少主夫人那边是否行动？不清楚对方目的，先按兵不动，听我指挥。哎，等会儿，让双玉把这个羽绒服带过去。这女人难搞得很，不是高定都不穿。是。你知道董事长在哪儿？啊？那赶快去救他呀！走呀！哎，你这样会打草惊蛇的。什么？等到了目的地，自然能够揪出幕后主使。那也不能放任董事长不管啊！你是她丈夫，你一点都不担心啊？我担心呀。这刚才不是已经去送羽绒服了吗？啊？你放心，他身边有我的人，在确定问出信息之前，是绝对安全的。哎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接我老婆去了。到你的地盘了，你们绑了我却不动我，直接说吧，你们想要什么？的确是安如雪不留，他要我把你送到境外拿处理的，但你也看到，我并没有这么做。苏小姐，我违背雇主意愿把你带到这里，是想和你做笔交易。我拒绝。你们不敢在国内做生意，专门跑到境外来，还想拉苏家下水，做梦！苏小姐，你是商人，应该以利为主。现在答应，还可以少受点折磨，不然的话，他们这些人可没有不打女人的传统。不如你告诉我，你跟安如雪都在替谁做事？看来你是不打算合作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少主夫人，少主夫人，我是少主派来跟在您身边的，你等一下啊。这个是少主让我带过来的，害怕你冷，快穿上。谢谢。这个女人是怎么进来的？专门被我兄弟守着吗？妈的，哪来臭婆娘？是
是你们姑奶奶在自己地盘就掉以轻心了。外面就10几个守卫，你们瞧不起谁呢？这个语气，果然是叶玄逸的人。我不管你是谁，这里可不是华夏，这是我的地盘。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到底是谁做主。给我上，只留一口气进去。是。一群废物！真是一群垃圾。安总，您做错了吧？这是董事长的位置。是，没有错。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由我来主持。您的意思是小苏董今天不会来了？安总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接下来的苏氏是由您掌管吗？您是否会出任董事长一职？小苏董的确是不会来，他已经决定放弃股权，而我作为苏氏集团最大的股东，理应出任董事长一职。我们都同意。没错。就应该是这样，苏氏集团早就该属于我。谁说我不来了？快！小颖，你怎么来了？安女士每次都喜欢自说自话，还有。你做错了，这个是我的位置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的新闻发布会，我当然要在这儿。安总，你不是说小苏董不会来吗？现在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小苏董，为什么安总说您放弃了股份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苏氏集团是我爷爷一手创办的，继承公司是我的责任，我不可能放弃股份。安女士啊，你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小苏董，请问你是否被安总针对？你们之间是否有股权纠纷？这个你就要问安女士了。安女士不做出解释，是想联系谁？我只是觉得小颖新婚，肯定是忙着度蜜月，不会是不会来。还是你根本不希望我来？毕竟你前天绑架我的时候，根本没有顾及我新婚。你说呢，安女士？绑架？安总，小苏董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真的。你们有什么证据？我没有。安如雪是吧？我们是调查局的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不走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绑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，你凭什么让调查局的人调查我呢？什么绑架？带走你是因为你涉嫌一起海外资产转移，带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带走啊！带走！快带走！大家好，我是苏氏集团新上任的董事长苏莹。此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有2件事情。第一，董事会成员的调整，部分股东涉嫌转移公司资产，我也会对其他成员进行彻查。苏氏集团绝不允许这种行为存在。第二，安如雪在我任职期间多次对我打压、威胁，让我交出全部股份，并且绑架我。我方还在取证，一旦证实，安如雪将被开除。集团还有很多规定没有完善。还希望各位媒体朋友们向我们提醒监督，谢谢。这小苏董一上任就整顿了董事会，真是雷霆手段。是，看得漂亮。我自己来吧，
这么腻歪，我不习惯。哎呦，你习惯就好。这次受了那么大的惊吓，可得好好补一下。哎，别动，让我来。还好你没事儿，我都快吓死了。北国一日游，小场面。怎么样？那些绑匪开口了吗？多的什么都没说。你都举报是安如雪了，他们通通都不认。安如雪背后还有人，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他们肯定不会供出安如雪的。绑架我的人跟安如雪一起，都在给别人做事。他们在境外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交易，安如雪利用集团的关系链兜底。现在集团回到了我的手上，安如雪自然动不了手。新仇旧恨一起算，他们想在新闻发布会之前除掉你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要留着董事长来谈合作？不如直接做掉，让安如雪上位，这样他们也能够利用集团帮他们做事儿。当然是因为他们不仅仅想要苏氏集团，更重要的是你老板背后的资源。要的是你老板背后的资源。没错，安如雪没有世家撑腰，她的助力有限，而我有百年世家作为底蕴，能从我身上得到资源是不可估量的。可恶，竟然只把安如雪给抓走了。这也只是暂时的，不管是资产转移还是绑架，我们都没有确切的证据，过2天就被放出来了。我们举报也只是为了制造舆论压力，把他的名声搞臭，这样能给我少找一点麻烦。想到我以后要在公司见到他，我就恶心连饭都吃不下去。好了，你先回公司吧，我过会儿回去。好。来，老婆，别恶心了，谢谢你。可惜，这次还不知道安如雪背后的人是谁。我以前一直觉得安如雪只是有野心，现在看来，她实在更危险了。此子断不可留。这次谢谢你，你的人很管用。还有，家里那些监视器跟窃听器都是你拆的吧？我本来想让雷云查下终端，等有眉目了我再告诉你，结果那个人太狡猾了，只查到了一些线索，没有查到来源。看来我是捡了一个不得了的上门女婿。凑合吧，只是人脉广了一些而已，道谢就算了。不过原本有2天的蜜月假期，现在只剩下1天，你留我一个人独守空房。好，我等这次事情结束，请1周的假，只陪你。不用等这次结束，你现在就能不找我。什么？叶玄烨！等一下，现在是白天。白天怎么了？我一会儿还要去公司呢。今天天气不好，别去了。外面那么好的阳光，你要叫雷云还是双鱼？我还穿着睡衣呢。这里只有我们2个。怎么突然下暴雨了？我说了，今天天气不好。哎呀，哎，你说少主干嘛让咱们突然人工降雨啊？明天不是有雨吗？嘿，年轻人的恋爱呀。哦，你呀，只是他们其中谱类的一环而已。哎呀，希望少主呀，看在你这么敬业的份上，还是给你涨涨工资吧。什么意思？涨工资？为什么要突然给我涨工资？那个，你还是先下雨吧，我先睡会儿。哎，不是，那为什么你下去，我在这下雨啊？
董事长，这是叶先生给您的药膳，他一直在楼下等着，你怎么不让他上来呢？您昨天也没来上班，今天也迟到了，平时都很准时的，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一点小事耽搁了。啊，好。哦，对了，昨天下雨了吗？没有啊，昨天是大晴天。果然是他搞的鬼，居然害我旷工一天。好啊，叶玄逸，让他在楼下等着吧，这1周都不许放他上来。好，是。等等，你去查一下叶玄逸到底是什么身份。叶先生，我们之前不是查过吗？没有什么异样的。就是没有异样才可疑。我们收到的信息都太普通了，你看他像个普通人吗？确实不像。查不到也没关系，我就是比较好奇。以前把叶玄逸当成合作对象，并不在乎他到底是谁，可是现在……那您为什么不亲自去问他呀？去问他吗？进。董事长，之前通灭400亿的海外账户找到了，这个账户所属人就在京都，信息是 Y 开头，虽然还是不知道具体的名字，但我们找到了账户所属人的地址。好，地址发我，我们下午就过去。是。少主，你就去见一面吧，那人毕竟是世家的人，我这小小的药铺可得罪不起啊。我说过了，不见。可我都答应人家了，人家下午就过来了，说找你问点事情。谁答应了谁去。那您现在过来是？送饭刚好路过，我老婆养生的药材用完了，你这里有多少给我拿多少。是。少主，掌柜的，来客人，来的还挺巧。你带过来吧。是。这么古色古香，居然是药铺，看来是个很讲究的人。苏小姐找我什么事？少主，您这来都来了，就去见一面吧。我没那功夫，还得给我老婆送饭呢。啊，走了。少主，你这什么时候结婚的？少主夫人叫什么还不知道呢？哎，少主，我有件事情想跟您谈谈。苏小姐，不便原谅，谢谢。没想到居然不是，不应该呀？难道是我们查错了？不着急，多留意这家药铺，海外的定位比较难查。知道了。亲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搞砸了。是苏莹算计我，要不然苏氏集团已经是我的了。金老，我求求你，我和小虎，我求你给我解药。当年我救了你，给你资源，教会了你一身本事。可这些年，我只让你做一件事，搞垮苏家。可你迟迟无法搞定。就你这样的废物，还想要解药？你就等着那蛊毒发作吗？不，秦老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把苏氏集团拖下水的。时间？哼，不，我都给你20年时间了，你都没有拿到所有股份。可苏银那小姑娘，她一回来就拿走了一半。你这样的废物，我留着你有什么用？秦老，不，我还有用的。来人，主少，给我压下去，关禁闭室，没有我的允许，
任何人不能给他食物，10天之后扔出境外。我不要！季老，我有办法。素云中毒11年了，他还没有解干，我还有办法的。这一粒小小的药丸，1分钟内就可以让蛊毒发作。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我知道，现在去了。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失败，不会失败的，相信我一定有办法。你是说，这个窃听器在快查到归属地的时候，信号突然断掉了？是，看来是察觉到了，故意维持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型号的窃听器比较老，也只有以前的一些世家常用，而且最后消失的信号定位不在境外，在国内东边沪海方向。沪海，齐家？你是说那个没落的齐家？沪海的世家只有齐家，那这齐家和少夫人之间有什么恩怨吗？印象里没有。齐家在没落前，齐家家主唯一的女儿失踪了，齐家从此一蹶不振，也于是不再见人。但这也是20年前的事情了。难道是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少夫人的母亲？20年前，苏苏今年正好20岁，但是资料上写的少主夫人的母亲姓汤，不姓齐啊。老婆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老婆，你这蛊毒消散了不少，我给你配了养生的汤水，虽然没什么药效，但你可以当滋补的饮料去喝。谁家把中药当饮料喝呀？我们家呀。等哪天有空了，我带你去我们当地看一下我们当地特产。你家？不会有婆婆拿到地契甩到我脸上让我离开你吧？哎呀，那不会，他们在环球旅居呢，他们不爱管我的事情，只要我自己喜欢就好，而且他们开明的很。哎，对了，老婆，我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岳母大人的事情？我妈，我妈走得早，我对她的了解特别少，我只知道她姓汤。来自一个很穷的东边县城。东边县城？就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。我爸年轻的时候只知道花天酒地，所以被爷爷扔出去历练，就碰到了在农村教书的我妈，两个人一见钟情，同居怀孕，实在瞒不了了才回来结的婚。而我那渣爹一直都是花花肠子，从农村回到了大城市，曾经眼里的娇妻也变成了村姑，久看生厌，结局也就那样了。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？齐家这件事还没有完全查清楚，还是先不要告诉苏苏了，免得她心烦。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到咱们已经结婚了，你还没有带我去见过爷爷和岳母大人呢，还是说你不打算带我认祖归宗？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。素隐，你是我老婆，你不打算给我名分啊？我们刚领证的时候，爷爷已经去世了。我确实没有想这么多。下个月正好清明节，我带你去扫墓，跟他们说我已经结婚了。行吧。老婆，我问你啊，如果在去民政局那天，你遇见的不是我，你会随便找别人领证吗？会，因为我不是去选老公，我是去挑合伙人的。但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只会给钱，不会见面。老婆，在你眼里我这么好？当然了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在想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啊？原来苏苏是喜欢我的外貌的。
原来苏苏只喜欢我的外貌啊！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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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啊，我就是喜欢你的外貌。等你年老色衰了，我就找个188的男大。喂，你可不咬死你！你属小狗的，你还咬人？那你呢？如果那天不是我拉着你继续结婚的话，你也会随便的跟别人走吗？不会，而且这种假设不存在。我遇见的是你，所以我天生就该跟你走。知道了，你先放任我。不是。我昨天就不能任由他胡闹，这以后怎么指示客厅啊？老婆醒了，吃早饭。哎，怎么了，老婆？是我昨天晚上服过了吗？你有事？小野啊，你都好长时间没回来了。你少恶心我，挂了。哎，小野，先别挂。安如雪这件事呢，我都已经知道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可毕竟你是我的女儿啊。行了，前20多年你都没有关心，现在你来慈悲上我。哎，小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跟他离婚的。但是安如雪的手里的股份总得拿回来吧？你是董事长，怎么处理，只要等你回来再说。还有就是，接着说。还有就是分散在外面的5%的股份被同一个人给收购了，他过来说想高价抛售，你得回来一趟啊，咱们得聊聊怎么分吧。知道了，我明天就回去。怎么了，老婆？我明天要回一趟老宅，家里出事了。苏俊要跟安如雪离婚。想跟我聊聊股权分配的事情，想让我回去一趟。你那个渣爹回心转意了，我不信。我猜是安如雪让他打的这通电话。你那个渣爹咋这么听安如雪的呀？还连接手来坑他的亲生女儿。老婆，你该不会不是亲生的吧？我也希望不是。这些年来，苏俊的生意都靠安如雪打理，他当惯了酒囊饭袋的废物，他清楚的知道，我当上董事长。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明知道你看得出来，他们还这么做，看来他们急了。这种漏洞百出的借口他们也敢用，无非就是笃定我想要回股份。既然他们这么着急，我当然要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嘛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去，你留在这里，我有其他事情给你安排。行，你主外，我主内。小姐请坐。来客人了。还没吃饭吧？哦，来坐下一块吃点。我没有时间跟你浪费，说吧，你想怎么处理？小野，之前呢是爸爸不对，然后呢？哦，这位呢就是要抛售股份的商先生，这次把你叫回来呢，也就是为了这件事儿。小苏董，你好。咱们先坐下吧。是我呢要抛售股份，所以就请苏先生帮忙联系了您。商先生，您是说5%的股份都在你的手里？是啊。想要收购这些股份并不简单，您为什么要全部卖掉？之前呢一直在山海沉浮，如今呢年龄也大了，不想管喽。我计划呀抛售我所有的股份，好颐养天年嘞。是吗？董事会的股东也才只有2%的股份，您的这些股份已经算是大股东了。
我想问一下，邵先生，您是在哪里收工？这个小苏总啊，你管的未免太多了点吧？你只不过是个买家和我见面，就算你苏家不买，我照样卖给其他人。邵先生，先坐，咱们先吃菜，边吃边聊啊。小杨，商先生要是不想说，你也就别问了。这个呢是商先生带过来的酒，你尝一尝。小苏董啊，我没来的时候啊，就听说您年纪轻轻便继承了苏家，鄙人十分钦佩呀。俗话说，生意不成仁义在，就当交个朋友吧。这杯酒，我敬您。小苏董，既然商先生都已经这么说了，好，小苏董果然爽快呀。说吧，商先生5%的股份，您开价多少？这股份嘛，就看你有命拿，没命拿了。你们算计我！你算计我！小女孩，你也别怪我这个当爸爸的心狠，谁让你从小就不听我的话？还有那个老头子偏心于你，让你做了苏家的继承人。我这个做儿子的，才应该是第一继承人。是你给我下药？当然是11年前给你下蛊毒的人就是我，所以你早就该死。你早知道一个蛊毒就可以制服你，我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跟你争来争去的？真没有想到你还真相信苏俊的话。难道一个堂堂的董事长还渴望父爱这种东西啊？真敢一个人过来？我是说你没有戒备心呢，还是说你太蠢了？所以，我赢了，苏家马上就是我的了。雪儿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小英她只是瘫痪，不会真的死，对吧？不管怎么说，她都是我的血脉啊。事已至此，这重要吗？苏俊，你少在这给我扮演慈父。当初我说要给他下药的时候，你可是第一个同意。我当初只是想把苏氏集团握在我们手里，我可不想背负杀你的名声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反正骗他过来的人是你，最后他见到的人也是你。而且，你刚说错了，不是我们的。什么？我是说苏氏集团不是我，是我的。你可是一点股份都没有，我才是苏氏最大的股东。雪儿，你好了，先出去吧。我不会让这个女人死的，我要让她看到我当上苏氏集团的掌权人。请吧。安总，叫我董事长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苏氏集团的掌权人。是董事长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董事长，苏云对外已经失踪2天了，媒体都在猜测他是不是遭遇不测了，公司股市也跟着跌，我们需要准备个说辞应对媒体公众。对外宣称小苏董突发隐疾，瘫痪在床，时日不多，苏氏集团的事宜全权交给我来处理。盯紧这里，不允许任何人进出。是，您放心，这里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躺了这么久，
骨头都要散了。还好偷偷把酒吐了。安如雪下的药这么烈，只是残留在舌头上一点，就昏睡了这么久。不知道叶玄逸打得怎么样？双羽应该一直在，现在巡逻的人太多，还不能打草惊蛇。明天找个机会把他叫进来。谁啊？老婆，早上好。叶玄逸，好玩吗？老婆大人，咱都2天没见了，你不想我就算了，你怎么打我？叶玄逸，你要是再敢这么吓我，我以后就剥夺你上我床的权利。老婆大人，罪不至此啊！外面情况怎么样了？外面都传进时日不多了，还有那个安如雪已经接管了苏氏集团，还对外宣称自己是什么代管董事，小人得志的样子。那就让他再得意一些。老婆大人，必须要我为你做点什么。他不是希望全世界都知道吗？那就造势，让知道的人越多越好，让他下不了这个。渣，小事一桩。对了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给你送早饭来了。哎，给你准备了点清淡的，你这2天刚醒，不能让肠胃受刺激。外面这么多保镖，叶玄逸出入这里跟自己家一样，不知道安如雪知道会不会吐血？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醒？我不知道啊。好，我每天都会过来检查你的情况，给你喂解药。不然就那颗药引，你能昏睡整整1周。1周？那被下了药的毒酒，我不是已经吐了吗？这么惊讶干什么呀？虽然你的蛊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是有点残留的。就是这点残留都会引起你短暂性的休克。不过，这是件好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喝下的那点残留的药里，已经将你身体里的蛊毒给彻底激发了出来。再加上我每天给你喂的药，苏小姐，恭喜你，蛊毒彻底痊愈了。那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啊！但是呢，你还是不能在外面吃饭，以后我每天会过来给你送饭吃。谢谢你。叶玄逸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你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很安心。虽然你没说，但是我大概都知道。你放手去做你想做的就好，不用顾及我。我会是你内心最坚强的后盾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。我也没有告诉你，爱惨了你不管不顾向前冲的样子。苏妍。我是你老公，也是你最信任的搭档。那天你说，如果我背叛了你，你杀了我，我不会反抗。叶玄逸，所以就让老公点点。你不叫老公的话，亲一个。行了。叶玄逸，好吧，我肚子饿了，那我给你做饭去。
董事长，你来了。各位股东、记者朋友们，让你们久等了，坐吧。20年了，我终于名正言顺地坐上了这个位置。安总，您之前因涉嫌绑架小苏总被抓，这次病危，你也是为了取代小苏总而做的吗？安总，您和小苏总向来不和，外界猜测都是您做的，请您给个合理的解释。当然不是，举报我绑架只是小颖的恶意猜测。如果真的是我绑架的，调查局怎么会这么快把我无罪释放？而且小颖11年前就开始生病，最近我发现她经常去医院看医生，这是她的报告单。看来小苏董是真的生病了。安总，那您作为苏氏最大的股东，是要继任董事长吗？是的，今天把大家请来呢，是想让信赖苏氏集团的各位不要担心，小苏董正在极力抢救。作为家人，我很伤心，但作为公司的领导人，我们必须为公司做打算。而我安如雪，现在作为代理董事长，正式掌管苏氏集团。少主夫人，我们按照您所说，大规模造势，让外面所有人都以为您即将病危去世。这次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安如雪一定以为自己得偿所愿，她身后的人不可能没有动作。您的意思是，这安如雪一定会去汇报？这次闹得这么大，就是为了以蛇出洞。双月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盯紧安如雪，她有任何的动向，包括跟谁通电话，都告诉我。是。但是冲。这几个人还真是一个德行。少主夫人，他已经进去了，地址我马上就发给你。七郎，这是您要的东西，苏氏集团已经到我手里了。苏银死了？快了，他现在已经深度昏迷，我让我的人已经看管着他。你这么确定，他不会再醒？确定。七郎，我已经做到了，那我的解药是不是可以？等苏家彻底覆灭，我自然会给你。这粒解药药丸能保证你的蛊毒在1年内不会发作。谢谢七郎，谢谢。我是谁？举地人！都给我滚开！苏雨，这不可能！安姨太，好巧。七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已经给他下药了。七郎，终于见到你了。你没死，也没中毒，你绕了这么大一圈，就是为了来见我？是，安如雪只是一枚棋子，我当然要看看下棋的人是谁。安如雪叫您齐老，您是护海齐家的人，苏家跟齐家无仇无怨，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手段这么毒辣，而且还这么利落，跟你妈妈可一点不像。你认识我妈妈？你会知道的。我们很快还会再见。七郎，七郎！少主夫人，少主夫人，是属下失职，这里没有地下通道，还是被他们逃掉了。不怪你，这里只是他们的临时根据地，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。
我们当然追不上。是，这个人该怎么解决？爸爸，千万不！看来你被放弃了，一个弃子。所以，就算我被放弃，我还落不到你的手里。你没有证据，证据？我当然有。这里面是针孔摄像头，我自从进老宅就一直带着。你跟苏俊对我的所作所为，全都记录在里面。韩如雪，你这一次逃不掉了。你从接电话开始就开始算计我了，是不是？没错，齐家也值得你这样为他们卖命。我本来敬你有2分争权的野心，现在看来，不过是别人的走狗。你懂什么？你以为我愿意任人宰割吗？是齐景元，我是孤女，他收养了我，他们怕我不听话，就给我下毒药，每年只给我1次解药，只要我不听话，我就会毒死。你说这20几年都是齐景元的计划，包括你嫁给我爸，不然呢？你以为我会看上你那个废物老爹吗？我告诉你，是齐景元让你们家破人亡了。所以是你们联手一起害死了我吗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没有，你一直以为是我的出现，害得你妈一语难消，生产不顺吗？我从来没想害，是你爸，是你爸！你说什么？你妈的确是难产，但那也是人为造成的。我告诉你，这都是报应，都是报应！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说清楚！苏俊在你妈孕期的时候是出轨我没错，但是我只是想让他们分开，没想让他死啊！说重点！害死你妈的人是苏俊！你妈拿孩子胁迫苏俊和外边的女人分开，苏俊表面上他是答应了，可是在你妈生产的时候呢，苏俊作为丈夫进去陪同，趁医生不注意的时候就引导你妈生气，导致血崩。你该恨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爸苏俊呀！苏俊那个畜生从来都没想过让你妈从手术台上下来，这些年你对付错了人。苏俊看起来懦弱可欺，实际上又蠢又坏。你妈爱上了这样的男人，还为他生孩子，可结果呢？不像我，我不爱男人，我只爱权力，所以到现在我什么都有了。你妈这一生可真是可悲啊！少主夫人，把他关起来。是。苏颜，告诉你妈不姓唐，她姓齐呀，她姓齐。老婆，怎么了？刚才出去的时候还斗张扬呢，怎么回来一蹶不振了？我在想一件事情，我好像对我妈一无所知。双羽说，你见了齐家的人。这些是从你办公室里搜出来的窃听器，我刚才查了查，确实是来源于护海齐家。我知道，安如雪背后的人就是护海齐家的家主齐景元。我刚才还查到一些东西。什么？齐家是在研究制度和解毒，但是现在却体制这些，后来就逐渐没落了。齐家家主的女儿丢失之后，齐景元一蹶不振，不再出现。这些我大概都知道。齐家家主对于这个女儿一直是宠爱有加，但是这个女儿却不怎么喜欢研究制毒和解毒，反而去乡村当了什么老师。为了不被齐家发现，齐念如改名姓汤，
名叫汤念如。所以齐景元是我的外公，我知道。其实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猜到了，苏家跟齐家无仇无怨，齐景元却布局这么多年，想要置我们于死地。而且他有一个失踪20多年的女儿，完全跟我妈对得上。说他无情吧，他视女儿如命；说他有情吧，他连自己的亲外孙女不放过。拧巴的倔老头。我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，爷爷却说我性格强势果断，做事干脆利索，该狠的时候狠，是做生意的好苗子。也不知道随了谁，家里的人都没有这样。直到我看到齐景元，该说不说，不愧是血缘关系，我们骨子里的风劲真的很像，为达到目的拼尽全力，根本不在乎结果值不值得。那怎么了？你很好，是他的错。我当然知道我很好，只不过按照安如雪所说，母亲年轻的时候被父亲掌控，婚后又被丈夫所害，那她本该顺遂的一生，却毁在她最爱的2个男人手里。我们无法得知你母亲是怎么想的，但是她选择了你父亲，那她一定是幸福的。只不过她爱错了人，这个后果超出了她承担的范围。我只是在感慨，与其相信别人，不如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不愧是我老婆，本来还想着怎么安慰你呢，现在看来不用了。我只希望汤女士下一辈子不要再做世家女儿，更不要再嫁负心男人。安如雪已经被我关了起来，当时场面混乱，让齐家人给跑了。看样子齐景元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也不知道下一次动手是什么时候。没事儿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或者你需不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，把它给解决掉？齐景元布局这么多年，可不是说能解决就能解决的。他们在暗处，我只能等他下一次动手。老婆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家往上3代都没有任何的出轨史。我爸爸、我爷爷、我太爷爷都是深情且专一，我们家基因非常好。你这个时候跟我表忠心有点可疑。天地良心，我没有，我这不是怕你气渣男不过，迁怒于我吗？人家都说了，原件正确，这个复印件才正确。我这个复印件可是无比正确。目前看起来还不错。没关系，老婆，我会用一生的行动去证明，你看男人的眼光和你看世界一样准确且妥了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老婆，咱们什么时候把那个蜜月给补上？要不然你找个地方。那咱们去滑雪。滑雪？我知道那里有家酒店，坐落在山上，一推开门就是全景的落地窗。就是我们在窗前干什么吧，外面也发现不了。我们可以在窗前。停，你是去滑雪吗？我当然是去滑雪了。你自己滑吧，我去洗澡。那咱们一块儿去洗澡，顺便可以按摩按摩。我骨头已经解了，我不用按摩。刚好可以巩固一下。喂，董事长，出大事了！齐景元在媒体公开说他拥有苏氏集团最多的股份，还说要即将担任苏氏集团董事长。他哪来的那么多股份？是安如雪把他的股份全部转让了，我们还是被摆了一道。
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，董事长？他还说今天下午就要举办新闻发布会，邀请了所有苏氏集团新老股东，还说让你务必到场。发布会在哪儿？在天海盛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准备一下，我下午过去，让司机来接我。嗯。季警员出现了。季警员出现了。他几乎收购了外部的所有股份，加上安如雪的30%，他现在手上的股份应该有45%，比我的多。他要收网了。好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七老，求您了，求您了，七老，求求七老，七老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老夫我昨天说了，把你手中3%的股份卖给我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七老，求您放过我的家人吧！我是小苏董一手提拔上来的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股份卖掉。看来公司还是比家人重要啊！这个是解药，真不打算要你儿子了。你儿子他挺可爱的，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扛过今晚。他今年才5岁，你怎么能给小孩下毒呢？我把股份卖给你吧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股份哪有儿子重要，对吧？齐老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滥用毒药。我就说了，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，是吧，小苏董？哦不，你马上就不是了，是吗，齐老？或者我应该叫你外公？哼，什么外公？苏家什么时候和齐家有关系的？不知道啊，苏家死了的那个媳妇儿不是个村主吗？原来你这个废物渣爹在啊！我还以为他没来呢。自己的公司被霸占，这眼睁睁的看着，算什么男人？他向来就喜欢欺软怕硬，只会伤害身边的人，人早下一个。你又是谁？啊，我是苏家上门赘婿，我叫叶玄义。哼，姓叶，我还以为是那个国武叶家呢，原来只不过是一个上门女婿罢了。你就娶了这么一个废物小白脸？哎，我可不是废物啊！我会洗衣，我会做饭，我还会暖床。小爷，你刚才说他是谁？当然是汤念如女士的父亲，护海齐家的家主。我说的对吧，外公？我不是你外公，你们苏家人都该死！这怎么可能？念如她就是个村姑，怎么可能是齐家的人呢？再说了，念如她姓汤，不姓齐呀，真是蠢货！因为当年我妈是离家出走，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本名。因为外婆姓汤，所以改名叫汤念如，没错吧？我悉心教导多年的女儿，竟然铁了心了要嫁给你这么一个蠢货！你真的是念如的父亲？念如是卢海齐家大小姐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么说，你是给念如报仇来了？恭喜你，终于反应过来了。再晚一点，苏家就要变成第二个齐家。您既然是念如的父亲，那我就应该尊您一声岳父。那念如她是难产死的，我们也不想那样啊！你不能因为这个迁怒我们整个苏家吧？混蛋孽障！
谁是你岳父？谁是你岳父？妈呀！怎么还动手啊？就是妈，这怎么挺你那么疼爱你的女儿，你干嘛让她流落到村庄？我也舍不得，那是念如她为了追求她自己教师的梦想，连夜逃脱的。我本以为她在外面吃了苦头就会自己回来，可我是万万没想到，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她遇到了你，甚至和你一起来反抗我。念如她这辈子从来就没和我吵过架，仅仅的2次全都是为了你。知道了，她为了和你结婚，她甚至不承认她是我戚家人，那也是她自愿的。她是自愿的，可你以为你是什么好货色？天天沉湎于酒色，那个安如雪她一出现，你就抛弃了念如。雪儿也是你派来的。我让安如雪来勾引你，那是让念如看清楚你有一个什么样肮脏的灵魂。结果念如还是执迷不悟。你原本只想让他乖乖回家，却没有想到害了他一条命。你为什么不直接找罪魁祸首，而是要蛰伏这么多年？害死我女儿的是你，要不是因为生你这个孽障，我女儿她会死吗？看来安如雪也不是什么都跟你说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妈根本不是抑郁而死，而是在产房被她活活气死的。什么？你找的安如雪确实是一把好刀，苏俊对她很上心。我妈只是让她离开安如雪，她就对我妈起了杀心。你以为是苏家害了我妈，其实你才是那个最大的帮凶。是不可能，害死我女儿的就是你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会出如此下策吗？给我往死里打！下手太狠了，没想到苏家是个这么混蛋，连发妻都敢害。不嘛，戚老爷子也是辛苦了。行了，把人拉到一边去。晦气！戚老，您来这儿不只是来打人的吧？以家人威胁股东交出股份，实在是小人行径。你以为你苏家就高尚了？统统都是算计的高手。你虽然不像苏俊那么愚蠢，可你和他一样，流着肮脏的血。这股份，我是非要不可。苏爷，你已经输了。我现在手中持有48%的股份，按照规矩，我已经是苏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你们苏氏很快就会更名为戚氏。是，你只要再收购3%的股份，就是持有51%股份的最大股东，没有人可以撼动。没错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我现在是集团最大的掌舵人，再加上我戚家强大的势力，你们总不会为这么一点股份得罪我吧？谁说你是最大股东啊？一个废物赘婿，你没资格站在这儿跟我说话。他是我的丈夫，我们夫妻一体，我说他有资格，他就有。小苏董持有股份30%，外加我之前入赘的10%，还有我这些年在外收购的散股，刚好全部转移到了小苏董名下。现在，小苏董持有的股份加起来，刚好也是48%。一样的股份，这怎么算啊？这还不简单，看背后的势力啊！股份一样多，那又怎样？我戚家虽然没落，但我各方的势力还在，而且我的生意遍布各地。你呢，小苏董，一个即将落入他人手中的苏家，还有一个毫无背景的小白领，你能争得过我吗？你们3个，难道就要跟着这种斗架？其实你们勉强保住了董事长的位子，可你们能做得久吗？你们现在已经是内忧外患，内忧有我48%的股份，外有各个世家虎视眈眈地盯着你们的位子，想要取代你的位子，我随时可以夺走。小苏董啊，现在集团不稳定，人心涣散，你年龄又小，资历又浅，还娶了这么一穷二白的赘婿。是啊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。就算我们不卖给齐老，
你也未必会赢，除非你有傅家的帮衬，不然我们也不愿意赌啊。是啊，你们按照你们的话来讲，如果我是世家继承人的话，你们就不会把股份卖给齐老，而是卖给小苏董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世家子弟，愿意帮着小苏董对抗齐家，我们也愿意让出股份。没错，我们甚至愿意无偿赠与。你们刚才说的话我记住了，录音为证啊。虽然知道玄逸不会是普通人，但他真的跟世家有关系吗？你一个苏家赘婿，能翻出什么浪话来？我确实是苏家赘婿啊，但你也没有问我其他身份啊，比如我跟古武叶家有什么关系？古武世家，古武世家，黄头小孩，别以为你姓叶就能和古武世家攀上关系。叶家，他的资源遍布全球，而且控制着整个江湖的势力。人家是墨隐的少主，你能和人家比吗？你知道还不少。属下来迟，请少主责罚。我们少主乃是古武叶家的现任家主，也是墨隐的少主。今日和苏家大小姐苏莹结婚，那是两情相悦，不论世家恩怨。但凡如若有人侵犯我少主夫人的话，叶家不可能善罢甘休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真是叶家的人？老婆。我前期没有想对你刻意隐瞒古道茶那些地儿，还有温泉，都是我叶家的产业，我是一直没有时间解释啊。不过也是，你的身手还有雷云双羽都非比寻常，竟然是武术世家。等等，我海外账户被吞掉的那400亿，那400亿嘛，也是我错的。老婆，你不会生气了吧？这咱回家再说好不好？没有，反正早晚都会知道，只不过这个方式有点特别。这个标志只有叶家人能使用，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模仿，真的是鼓舞叶家的人。苏家的赘婿竟然是鼓舞叶家的现任家主，苏家和叶家强强联合，还有其他世家什么事？3位还有其他话要讲吗？刚才你们可是信誓旦旦的说，只要我是世家子弟，你们就会把股份无偿转让，该不会耍赖吧？耍赖也没有关系，你们怕齐老的报复，难道就不怕我鼓舞叶家的报复吗？我这个人吧，虽然没有齐老那么小心眼儿，但是我这个人也是相当护短的。你们敢欺负我媳妇儿，就应该知道有什么下场。把这些转让合同给我签了。签！我们签！你们不能签！出尔反尔！走。老婆，这3%的合同到手了。齐老，我现在比你多3%的股份，持有51%的绝对股权。不管是苏家还是苏氏集团，都只可能是苏家人的。那又怎样？即使你吞并了苏氏，我仍然有很多办法来对付你。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。啊，对了，外公，我不是你们外公。你确实不是我外公。你之前绑架我老婆，你在境外的那些势力，我都已经派人过去取证了。你的大本营，现在已经被我端掉了。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，打电话问一下，看谁接的。你好，这里是调查局。怎么是调查局？你的人全在调查局，你这些年做的肮脏生意，我都已经全部给了国际部，你就等着来被抓吧。
全完了。孽叔啊，孽叔，你还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毁掉苏家？包括我也有你们的血脉。只要你苏家还在一起，我就会时常想起我的女儿。她是为了生下你而死的，是你葬送了她。不过，有一点我确实是看错了，你和你的妈妈还是挺像的，一样的坚韧果敢。只是，我希望你看男人的眼光比他们好一点。哎，这糟老头子，那他跟我比，嘿，不是说要滑雪吗？怎么又来温泉山庄了？上次你被劫持了，我们蜜月假期都没有度完。这样，咱们先去泡温泉，再去滑雪。你到底记这件事情要记多久啊？那谁让我老婆是大董事长了？抽个假期去旅行都没有时间，我可要好好珍惜跟老婆在一起的每一天。上次泡温泉没有成功，我遗憾了很久。你先给我交代清楚，那400亿是怎么回事？那我真不知道是你的钱，都怪那个雷云，他没提前跟我讲。还有，我账户上多了很多私人岛屿、中立银行。那是我上门女婿的嫁妆。看来你对这个赘婿啊也是啊，我很喜欢。只要是能够对你有帮助的事情，我都乐意去做。苏妍，我爱你。我也是。老公。走喽，泡温泉去。